多宝笑道：大师兄教训的是，只不过大劫即将来临，我截教未有一件可以镇压气运的宝物，这才有些着急了，还请大师兄多多相助啊。广成子皱眉：红莲本就是业障凝聚而成，如何能用此宝镇压教运？多宝道人寸步不让：12品红莲与那12品金莲一般根脚，如何不能镇压教运？不错。有截教仙人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12品红莲本就在上古时镇压过修罗族气运，我们截教所图不多，就是想在大劫之中少受些损伤，仅此罢了，并未针对阐教。阐教一方也有仙人立刻起身回道：其他不论，单单只是截教如此多的圣人弟子，这红莲怕也镇不住吧。有一名脾气火爆的女仙出声呵斥：你这人说话怎的这般难听？我截教上下一心，同门情同手足，所缺不过是镇压气运之宝。红莲有伤天和，为天道所不容，如何能让他顺利现世？又如何能用他镇压教运？这不合规矩吗？这宝物岂有好坏？神通何辨正邪？不错，阐教今日迫切想要阻挠我等，莫非是想看我截教的笑话？还是想让我们截教仙在大劫时多死一些，帮你们阐教填了劫运啊？咱们都是道门弟子，何必如此争执？呸！早就看你们不顺眼，今日就……嗡的一下，一抹黑白相间的光晕自大法师身周爆发，如波浪般洗荡各处，把这场即将爆发的两教冲突硬生生地压了回去，让轮回塔顶层再次陷入了寂静。大法师笑道：长庚躲哪去了？该你出手了。师兄，我在这儿。李长寿自角落之中答应一声，迈步转了出来。大法师笑容渐渐收敛，冷声道：刚才出言争吵，且不断将火气上拱之人，你可记下了？都记下了。事后详查，可有西方教安插之奸细？玄都大法师淡淡的道了一句，面容不怒而威，让此间大半仙人道心轻颤。随之大法师的身形靠在椅背上，松弛的嗓音传遍各处。道门三教本是一家，阐教、截教、人教各自不过是教义不同，两位师叔当年确有过几次有关收徒之事的争执，但从未有过对立。为何到了今日，各位师弟师妹如此针锋相对？你们扪心自问，可对得起头顶这个道字？众仙一阵默然。大法师见自己已经镇住全场了，就将主导权踢了出去。长庚，且说你眼中有关红莲之事。尊师兄令，请诸位同门听我一言。李长寿对着四面八方拱手行礼，端着拂尘向前迈出2步，朗声道：今日我不提西方教如何如何，至于那西方教的面目，大家理应都已明了。今日我也不提阐截两教应当如何和平相处，大劫在前，劫数未定，谁都不知紫霄宫中6位圣人老爷齐聚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。但假若就因这朵红莲，阐教截教大打出手，这未免太过令人耻笑。若刚才真的打起来，到底合了谁的心，趁了谁的意？折损的又是谁的亲朋好友，谁的道侣同门？此时正在大劫之中，各位又如何判断自己此时是否已经被劫运影响？凭着一腔热血喊着为教捐躯，到头来不过是化作劫灰，损了自身大教之运，折了道门气运。各位莫非想让这朵红莲成为道门由盛转衰的契机吗？群仙默然，太乙真人叹道：可惜的是，看当前情形，迟早会有一战。那也要分轻重缓急，也要知为何去战。此前被摇过来，但是一直保持沉默的赵公明忍不住出声：长庚所说具体为何呀？
老哥莫急，今日我便直言几句，不藏着也不掖着，把话挑明了。李长寿的目中神光闪烁，背后现出太极图之影，再次向前走出2步，嗓音虽平缓，却蕴含着一股不凡的威压。我先说咱们道门3教必须遵循的2点。第一点是在紫霄宫几位圣人老爷商议如何定大节之前，咱们绝对不可内乱。若3位老师尽心去为咱们争取生机，咱们却在此之前就打了个头破血流，作何讲？第二点，哪怕紫霄宫之后圣人老爷未能化解大劫，道门3教必须削弱生灵之力，你我也必须保证能同步削弱道门之外的大教实力。3位老师如何愿见你我内争内乱？各位可愿见到铲劫互争，最后让西方教得渔人之利？待大劫爆发，咱们3教不必说齐心协力，便是让先人最多的截教单独对西方教出手，阐教与人教在旁边等待，让截教将须剪除之敌送去填了劫狱，咱们道门岂不可少损几条性命？道理就是这般道理。若哪位同门心中不服，觉得不妥，人教愿从中调停，以作担保。但是今日若有人稍后站出来说一句西方教何错之有，西方教跟此事有什么关系，那就请3位大师兄出手，废其道基，逐出道门。李长寿最后这几句掷地有声，威势不凡，道门众仙齐齐点头，有几人的额头不禁沁出冷汗。角落中地藏哼道：水神当真厉害，为缓解道门之内的矛盾，将我西方教立成靶子。道友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请大师兄对你用移魂之法，让你亲口说出这些年西方教算计道门的种种细节。你我2家本就相争天地大运，立场相对，而今大劫落下，该说开的也当说开，免得我道门之中有不知西方之恶者，心慈手软，为西方教所趁。地藏哼了一声，却是静默不言。李长寿摇摇头，继续朗声道：就这红莲之事，我便说3点蹊跷之处。其一，这东西出现的时机颇为微妙，红莲莲子早不出晚不出，偏偏在这般大劫降临时出现在血海之中，且消息几乎同时传递到了阐截2教的耳中。李长寿转身看向阐教12金仙，凝视着广成子，拱手道：广成子师兄，阐教之中定有人游说，若让截教得了红莲，大劫之中阐教如何能与截教相抗，这般话语吧。师兄不必言说是谁，若是听到过这般话语，点头就是。不错。广成子答应一声，而后闭目养神。李长寿又看向多宝道人拱手：多宝师兄，截教之中是否也有人曾说过红莲乃凶恶之宝，如何能用此镇压道狱，但被旁人驳斥？同样，师兄也不必言说是谁驳斥，若是这几日听到过这般话语，点头就是。多宝道人缓缓点头，同样闭目养神。当下阐教截教仙人互相传声讨论，他们多多少少泛起了一些疑惑，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被人给利用了。角落中白泽目中满是赞叹，当真想夸一句：水神啊，老诡辩了。偷换概念是较为常用的诡辩手段，但是能像李长寿这般熟练使用的当真是不多。一个其一，不过寥寥几句，外加此前暗示铺垫，李长寿很轻易的就让场内90%的仙人觉得，今日2教之所以会产生矛盾，产生分歧，几乎爆发冲突，纯粹是受人挑拨，以此暂时遮掩2教的根本矛盾。
又给两教仙人一些提醒，告诉他们两教之内定然潜伏着西方教的奸细。多宝与广成子自也是明白此事，他们予以配合，保持沉默，便是觉得李长寿这般处置也符合当前两教的利益。李长寿继续引导着场中数千仙人。其二，早在咱们之前数年，西方教就开始搜查血海，前后派来数千生灵。这不禁要问了，他们是否已经寻走了红莲？莫非毫无所获？西方教自称贫瘠，西方教也有一位特别勤奋的圣人，起早贪黑，东奔西走，搜集各类各样的宝物。各位觉得那位圣人会放过这般红莲？群仙齐齐摇头。李长寿又道：圣人之能，鬼神莫测，自是能够寻到红莲之所在。此时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西方教圣人取不走红莲，哪里有让圣人都忌惮的布置；二是西方教圣人取走了，或者故意将红莲留下，要行各种算计。这般情形下，咱们如何能大意？群仙接连点头，便是连琼霄这般聪慧的仙子都觉得李长寿说的完全没毛病。其三，这朵红莲若是被冥河老祖所控，为冥河老祖复生之用，冥河老祖为何不提醒修罗族早做准备，以至于如今的修罗族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血海之中急得乱转？仔细想想，处处是陷阱，满地都是算计呀。长庚所言不错，多宝叹道：这次确实是咱们欠考虑了。广成子也睁开双眼，缓声道：现遭旁人算计，幸亏长庚早有警惕，及时提醒。这几个大师兄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主。阐教一方玉鼎真人沉声问：长庚，今日之局当如何解？玉鼎师兄莫急，我已有复案。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只卷轴，单手举过头顶，随手抖开卷轴，其内是一行行工整的小字：我道门弟子李长庚今日发起一事，于今日起至紫霄宫6位圣人老爷商议大劫之前，人阐结三教不起争执，若各位应允，就在此地签下这份不战之约，盼三教昌盛，愿道门不衰。听闻不战之约4个字，各方仙人反应自有不同。李长寿拿出几张备份的卷轴，在两教仙人之中传开，并将自己手中的这一份卷轴递给了3位大师兄。所谓不战之约，并非李长寿最懂的天道誓言，而是很纯粹的一纸约定。约定的核心内容很简单，即若在紫霄宫议事之前，阐结两教哪边先宣战，又或者是暗中搞事刺激对方宣战，人教就全力协助另一方。卷轴上的绝大部分文字都是在细化约束的时长，丰富适用的情形，减少可被钻的空子。不多时，三教大师兄各自点头，两教仙人也觉得此事不错。阐教一方有些仙人对此不太满意，也是情理之中，毕竟签下不战之约，两教无法开战，那朵12品红莲似乎会稳稳地落入截教之手。但是此时站出来说这些，岂不是会被人当作是那西方教安插的奸细？故阐教一方并未有仙人表达不满，而这些自然也在李长寿的考虑之内。截教讲义气，阐教重声名，前者容易上头者居多，后者明哲保身者较重，这些都是可以去算计的方方面面。待三教大师兄各自提笔写下道号，除人教之外，双方另有3位德高望重的大弟子向前写下了自己的名号，这一份非天道誓言的约定就此达成。保质期
一直到紫霄宫中圣人会。玄度大法师将卷轴高举，正要发表一场不慷慨也不激昂的演讲，但李长寿在旁边突然小声道了一句：还没有结束，师兄，这个最好仪式3份，三教保存。玄度大法师不由一笑，任李长寿继续折腾。半个时辰后，不战之约尘埃落定。黄龙真人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叹道：不知为何，此时心底安稳了许多。一藤花开3朵，三教本自一家，何必打打杀杀，不如闲坐喝茶。今日既已签下不战之约，咱们就各回洞府安心修行，待他日3位老师紫霄宫中商定大劫之术，若需应劫，就来红尘走这一遭。此前多有得罪，还请勿怪，勿怪。我教也有处置不妥之处。原本一直有一些紧绷的氛围，此时终于缓和了下来。双方仙人为了颜面也好，为了体面也罢，此刻都是温声细语，初看一团和气。此正是红莲欲出动产劫，为护教运度劫难。岂料此间多算计，阳谋诡计显拔剑，一纸盟约定不战，长庚巧计暂康安。两教仙人各抒怀，定计归山修道仙。正当两教和和气气时，赤精子抚须问道：那这朵红莲具体如何处置啊？轮回塔顶层再次安静了下去。李长寿笑道：此事也好解决，今日咱们三教一同出手，先寻到这红莲，再看能否取走这红莲。若是取不走红莲，且红莲降生会令三界涂炭，那就全力将这红莲毁掉。若是能取走，就将这红莲献给3位老师，由3位老师定夺如何处置。诸位以为如何？